有没有一种安静，不是疗愈系，而是压倒性？不是你关了手机，泡了花茶那种静，而是人一出手，所有敌人、坏人、草人，通通静音。是不是想象不到？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一段最震撼的神级静音时刻，来自诗篇第76篇。先来看开场白。神在犹大为人所认识，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。第1节，你以为这只是在说耶和华在以色列很红吗？错，这里的认识不是 IG 追踪，不是点个赞，而是这位神真的有作为，大家都见识过。神在那里不是名义上的神，是亲手翻转战局、救人于火坑中的神。而且这一节等于开场就告诉你，今天不是在讲秘密约会的神，是大家都知道他出过大事的那种神。接着你看到第2节，在撒冷有他的帐幕，在锡安有他的居所。神住哪里？不是瑞士山林，也不是海景第1排，而是耶路撒冷，一个常常打仗的地方。哈？为什么神不选个度假地点，反而跑去风头上？因为真正的神不是远离战场，而是驻扎在战场。他不是跟你说你加油，我会祝福你，他是直接来说让我来看重点经文。他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，并盾牌、刀剑和征战的兵器。第3节，这是什么画面？想象一下，战场上敌人准备大干一场，火箭已经搭上弦，刀剑擦亮，准备出鞘，然后啪，通通断掉，一切准备，所有攻击1秒报废。这让我想到小时候有一次玩电动，快打赢 BOSS， 结果我妈走进来，直接拔电源。你知道吗？那时我就学到，真正的大能不是你跟他打，是他一下子让你连打都不能打。你以为打仗最可怕的是爆炸声？不，其实最可怕的是从你来的斥责一发，车马都沉碎了。第6节，你使人从天上听判语，地就惧怕而静默。第8节，这不是普通的沉默，这是那种全场被压制的静。你想象一下，你去开会，正准备跟主管 argue 一番，结果老板突然开口说，这件事我来决定。整间会议室瞬间安静到只听到冷气在喘。就是这种震撼级安静，因为当神亲自发声，没人敢再出声。我们本来想说，哇，这神超猛，是战神吧？但第9节突然转了个弯，你起来施行审判，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。神不是为了表演力量，而是为了拯救那些低声下气没人帮助的人，那些你以为没人在意的声音，他都听见。所以他不是战神，他是公义的守护者，有权柄但不滥权，能审判也能赦免。11节说，你们许愿当向耶和华你们的神还愿，在他四围的人都当拿供物敬畏他。神不收红包，不需要贿赂，但他看重的是你的回应与信任，
如果你曾经说过，神啊，如果你救我，我就……然后逃过一劫之后，你装傻，嘿嘿，这一节提醒你，该还的承诺是你与神的连线开关。你守信不是为了怕他罚你，而是因为你发现他值得信任。最后一节超帅，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柔美，人的余怒你要禁止。第10节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连人类的乱发脾气、搞破坏，神都能收编成剧本一部分，变成他荣耀的工具。简单说，神不怕混乱，因为他能用混乱编排出最终秩序。世界会乱，声音会杂，敌人会狂，但只要神一出手，全场静音，权柄转移，恩典显明。别小看那看似什么都没发生的安静，也许正是神正在做最大事的时候。